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看来董事情事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来简短说一下这件事。这件事情爆发以来，我认为愤怒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情绪，我最大的感受还是一种无力感。那些把这件事情形容成令人发指的人，我请问，这样的事新鲜吗？作为普通人，我是已经看腻了。这类事件的模式无非就是引爆、热议，然后大喊国家要为我做主啊，最后要么草草收场，要么突然消失，然后等待下一次这样的循环。中国人民是最好统治的人民，给特权阶级提供了高枕无忧的土壤。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人我要特别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被出轨的妻子。可以说没有他那一封举报信，这整件事情都不会浮出水面。但是要明白的一点是，他并不是出于正本清源，或者他对使用医教4+4模式的漏洞造成不专业的人士进入医疗系统这种乱象的担忧，出于社会良知而举报她的丈夫，而是因为她的丈夫的不忠伤害到了她个人。当然她是受害者，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一码归一码，这种医教模式的漏洞造成的巨大隐患，这个问题的曝光既不是由医疗体系的自检，也不是由主管部门的监管，更不是由大众的监督造成的，而是由精英阶级内部的矛盾当成一种对方的把柄呈现在大众的视野里的。社会舆论只是他们其中一方制衡另一方的工具，一旦他们本身的矛盾被解决，普通人就会迅速被抛弃。所以我对本质上的问题是否能解决并不乐观，这一点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中国的少数特权阶层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资源，普通人只有在他们内讧，或者说他们中间不懂低调的人撕开的口子里，才能一窥冰山的一角，而光这一角就足以让首次窥见的普通人颠覆三观，而这个口子会迅速闭合，这个阶层又会变得神秘莫测，它似乎无处不在，但是它又似乎不和我们存在于同一维度里。说到这里，我想问3个问题：第一，有多少人认为董希颖的事是个别案例，而不是这个体制的系统性问题？第二，有多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特权阶级，普通人靠努力就可以和精英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第三，有多少人相信存在着这么一股绝对公正、永远正确的力量在统治着这个国家？我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有人在这件事情之后说，普通人不需要再卷了，再卷也不可能卷碎阶级的壁垒。我觉得挺好笑的，这些人你们太高估卷的价值，卷从来只能卷到你的同阶层，特权阶级怎么可能被你卷到？被你卷到还能叫特权吗？张雪峰说医教的天快亮了，这是为了赚钱满嘴胡话。如果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光靠一个董希颖能捅破什么天？如果特权阶级就是靠着拥有庞大的资源、体系的不透明和信息的不对称活在这个社会上，那么保持这种混沌就是他们所希望的。偶尔的曝光也只会如同闪电一般转瞬即逝。回头想想以前发生的事，有哪一次不是发生的时候名声鼎沸，最后不了了之的？